今天我们就漫谈一下昨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是我们想到的一些事儿吧。一个就是我们昨天看了那个，当年罗马在那个铁门峡谷地区搞的那些建设，当然主要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桥了，其实后来。就是罗马，罗马作为一种文明，它对那个很多东西都有贡献。其中在建筑上啊，我觉得罗马的工程建筑的确是大家知道，同一个时期的中国建筑到现在在地面上，大概只有几个汉阙能够保留下来。所谓汉阙就是那个汉代在一些坟墓啊，或者在一些上面。一些地方上立的一个石头柱子，中国现在大概汉阙保留下来的大概有10几处，我现在都搞不懂的是，汉代的文明在整个中国都是地域很大，但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汉阙主要见于2个地方，一个是山东，一个是四川，这2个地方都相差非常之远。但是好像很集中，那个汉阙，其中雅安这一个地方就有5、6处，但是那个同一个时期，我们通常都拿秦汉和罗马做比较，因为大致都是同一个时期。但是同一个时期的罗马建筑，现在在地面上的几乎比比皆是，灿若繁星，到处都有。你不光是罗马，你就是罗马帝国的很多边缘地带，比如说非洲。比如说呢，现在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啊、突尼斯啊那种罗马古城废墟，是吧？从迦太基到那个利比亚的什么大普莱提斯，是吧？等等等等啊，还有包括那个前些年刚刚被那个伊斯兰国占据的那个叙利亚的帕尔米拉，是吧？等等，还有那个约旦。我们去过的那个拉结石，那都是在罗马帝国属于边疆地区的，但是，今天保留下来的那个石头建筑还是，比比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讲，我们那天看到的那个图拉真大桥，当然留下来的只是废墟了，但是它也是体现了罗马建筑的几个特点。第一，我觉得罗马建筑。一个发明就是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水泥的，是吧？当然它这个水泥是主要是火山灰水泥了，不过火山灰本身它的成分和我们现在人造工业化的水泥其实也是很近似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讲，火山就是一个天然的水泥制造工厂，把那个经过火山加工的那个硅酸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用那个轮窑和力窑烧出来的那个硅酸盐的那个叫做水泥熟料吧，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那个罗马的很多建筑都广泛使用水泥，这个使它一直留到现在，那都可以一直留到现在。不过后来这些硅酸盐到后来。在现代工业社会受到那个酸雨的侵蚀特别严重，这个是大家去过罗马的人可能都知道的。因为罗马有水泥，所以它可以盖很多那种保留的很。还有一个就是罗马建筑中，广泛使用的，尤其是帝国时期的建筑中广泛使用那种，就我们现在称之为起重机的那种东西，就是用滑轮组来提升。重物，那个时代的罗马起重机当然不可能用电动机或者是内燃机，那都是人力或者是那个畜力的，是吧？就是通过绞盘，然后通过那个起重臂和那个滑轮组当然那个时候的起重臂也是木头做的，或者是金属做的，但是那个。用滑轮组来提升东西，那当然也是罗马的发明了，那也是使得罗马建筑能够。还有一个就是，罗马建筑和希腊建筑的一个最大的
比较，就是那个罗马建筑中大量有拱顶，大量有那种圆拱建筑，那个希腊是没有的。大家看到希腊的神庙都是几个大柱子簇着一个那个三角梅，这是希腊最典型的那个建筑了。但是罗马建筑就大量的都是圆拱形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罗马万神殿，是吧？大家去过的都知道那种圆拱顶的建筑。后来包括后来基督教建筑也大量使用这种圆拱顶，那都是从罗马开始的。罗马有些建筑的确是今天看起来都很惊人，包括我们看到的那个图拉真大桥啊，其实它是那个公元103年到105年，就是那个东汉前期，相当于中国这2年之内修的。这个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啊，其实这座桥有1000多米长，其中有20个桥墩。这20个桥墩实际上大部分桥墩都还可以看得到的，只不过现在被那个那个铁门水库淹到那个水底下了。好像那个本世纪初啊，还有人专门潜水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从克拉多沃到罗马尼亚那边的那个图尔努塞维林这2个地方之间，还专门看过，还拍过照片，说那个20个桥墩都还看得出来。只不过它有的高有的低，基本上都，而且在那个多瑙河在1903和1902年那个历史上极端低水位枯水期，还曾经有10几个桥墩都露出过水面。后来因为多瑙河航运，说那个说那些桥墩很危险，因为埋在水底下就是礁石嘛。后来曾经炸掉了其中的2个桥墩，就是在那个主航道附近的，但是仍然有16个桥墩现在还在水底下出现。那个由于后来是那个现在那个航道情况有所改善嘛，所以其他桥墩都保留下来。所以现在我们虽然看那天看到的在罗马尼亚这个岸上呢有2个桥墩，在南斯拉夫这一边呢有2个桥墩，在那边有1个桥墩，但其实我们没有看到的那个水底下还有10几个桥墩，也就是说它保留到现在的那个痕迹还是很突出的。而且这个图拉真大桥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罗马砖，它除了保留的时间很长以外，那些罗马砖有一个特点，它和南京的陈砖一样，大概是为了追究责任什么，把那个制砖单位的铭文都刻在上头的。所以现在从那个图拉真大桥上的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罗马砖上，可以认得出那个罗马就整个这个工程的那个施工单位，它是由我前面讲过嘛，它是由罗马军团来施工的。现在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砖上刻有的那个铭文，其中就有11个罗马军团的名称什么某某某第3军团，某某某第11军团，什么等等等等。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罗马参与这个施工的，就是至少有大概11个，就是现在在铭文中可以看到的11个罗马军团。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了。这个1000多米长的这个多瑙河桥，这个是个永久性桥，也不是浮桥，也不是什么。在历史上记载，它是大概是存在了，就是一直使用了将近170年，有的人说170，有的人说165年，也是此后很长时间的那个被人认为是此后1000年间那个人类建的最长的桥。后来是因为北方开始有蛮族活动，那罗马帝国衰退了，其实后来是罗马人把这座桥给也不是烧掉，也不是毁掉，就把上面，因为
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罗马桥的那个桥墩，是那个水泥砖石结构的，上面的都是木梁，尤其很多人都那个有些记载说是那个橡木梁。但是后来因为那个北方的蛮族活动厉害，罗马人就把上面的那个橡木梁给拆掉了，或者是烧掉了。总而言之，就是因为罗马改取守势嘛，大概是在公元3世纪，就是大概是170年以后吧，就把它烧掉的。但是后来，在19世纪又有些人根据史料中的记载，后来现在人们已经确定，在这个桥以后，罗马还修过更大的一个多瑙河桥，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桥的下游，就是在那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界河的那一段，那一段是君士坦丁修的，如果我们看到的那个叫图拉真大桥，那下游的那个就叫君士坦丁大桥。这个君士坦丁大桥根据现在的研究，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图拉真大桥还要长1倍，因为它在下游嘛，长达2300多米长。其中在那个多瑙河岸上的那个就水上的那个桥，就有，它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桥要长得多，但是它比较矮，它那个离那个水面大概只有10米吧，那个图拉真大桥当时是考虑运输的所以它那个净空比较高，而且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当时图拉真为了经营达西亚，为了经营那个整个这场就是为了达西亚战争搞的，他还不但修了这个桥，他还修了一条运河，因为那个铁门峡谷那一带礁石很多嘛，那个时候也没有铁门水库。水位也不是很高，所以他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我们要去寻找没有找到的那个纪念碑旁边，还开了一条大概3公里长的运河，绕过那个就是那个礁石很多的那个河面。到了那个君士坦丁以后，他修这个桥主要就是为了过桥，并不是太考虑交通，而且。当年的多瑙河在入海口附近那一段，的确也没有太繁忙的交通，因为罗马统治这个多瑙河流域主要是在中游嘛，主要是在那个潘诺尼亚地区，所以这个桥比较矮，而且这个桥没有留下任何的地面的痕迹，就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个图拉真大桥那些桥墩大部分都还在，尽管有的高有的矮，尽管有的剩的多，有的剩的少，但是大部分都还在。但那个那个君士坦丁大桥就基本上就看不出多少痕迹，只看出一些地基。但是那个大概本世纪就是20世纪，大概是1920年代、1910年代和1920年代。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些那个地基啊什么，也基本上确定了这个桥的存在。这个桥大概是君士坦丁在公元320年前后建的，也是为了对那个达西亚地区用兵，就是罗马第2次想控制达西亚地区，但是这个桥使用的时间比较短。据说在历史上大概只使用了40多年，后来也是因为军事形势的逆转，就废弃了。然后最后一次在罗马帝国晚期，到那个瓦鲁斯那个皇帝那个时代，又第3次对多瑙河北边用兵，但是这个时候就没有盖永久性的桥梁。那个瓦鲁斯用兵就是他是盖了一个临时性的那个浮桥。所以很多人也因为那个浮桥离君士坦丁也就是40多年，所以现在这些研究者认为这个君士坦丁大桥大概就用了40多年，因为到了瓦鲁斯时代，这个桥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那个
图拉真大桥它被烧掉，被罗马人自己烧掉的时间也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图拉真大桥，大概前后用了将近170年，这个是确实的。那么从我们今天看，像这样的桥在公元那个103年的那个时代，就是中国的汉代，能够盖起来，也的确是一个奇迹了，而且。这个桥现在大家也都也都明白，因为它主要是个军用桥嘛，所以它的两头，那个我们现在称之为桥头堡那样的东西，我们讲的桥头堡其实是一个像塔楼一样的东西，但是罗马时代的桥头堡真的就是一个城堡，它在那个图拉真大桥的南北两岸。都是有一个有城墙的城堡，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个迪亚纳城堡一样。迪亚纳本身并不是桥头堡，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图拉真大桥旁边不是有个台地吗？那个台地现在都还是有那个，只不过我们没有时间没有上去。那个还是有那个墙的。当时的罗马大桥，它因为主要是作为军事用途的，所以它两边都有桥头堡。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桥，你首先要进那个桥头堡。桥头堡就是一个城，两边都是两边桥头都各有一个罗马古城。你进去以后才能够上桥，然后到那边又是一个城，然后你再出那个城，你才能够真正完全过那个桥。这个应该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在古代世界来讲，是一个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成就。那么在罗马嘛，大家知道这个潘诺尼亚虽然是罗马帝国经营的比较久的地方，但毕竟也是一个罗马的边疆地带。这个能够搞成这样的东西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我们看到的后来的那个罗穆利亚纳，那个是更晚期了，大概在2个多世纪以后，在那个伽列里乌斯那个时代修的。罗穆利亚纳就是他母亲的名字，当然罗穆利亚纳、罗穆洛什么什么，这些都是和罗马建成的那个罗穆洛这个名字延伸过来的。这个伽列里乌斯啊，他后来我查了一下，他就是出生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看，而且就在那个我们昨天看到的城堡，在过去大概是500米的地方就有他的墓，他后来他是生在这里，也是死在这里，也是埋在这里的，但是他的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在那个希腊马其顿的那个首府，就是那个萨洛尼卡。或者说叫做塞萨罗尼加，现在的塞萨罗尼加，在塞萨罗尼加有大量的伽列里乌斯统治时期的那个宫殿啊，什么保留，还有凯旋门啊什么，他在那里待的时间挺长。他后来是到了晚年就留下遗嘱，说是他死了要埋回故乡，所以他又埋回了故乡。我们昨天。都不知道，就是本来我其实在材料上也看到那里有个博物馆，但一直都不知道在哪里。后来就是大家都撤退以后，是哪位是小徐还是就是他才发现了那个就在那个西门口那一带有一个很大的厅，就是博物馆，但是那个博物馆经营得很差，就看不出是博物馆的样子。不过那个出土的主要的东西都在那里头，当时大家都已经走掉了，其实那个地方还是挺好看的。然后离开那里东边还有一处，几百米还有一处就是那个喀列里乌斯的那个坟墓。罗马帝国因为它本来是共和制嘛，那些人是没有那种就是像帝王陵那样的那种结构的。在罗马共和，在罗马帝国的前期，就是包括凯撒啊，什么那个奥古斯都啊，什么克劳迪啊，甚至是尼禄的那个时代，罗马的所谓的我们翻译成皇帝的那个，也不过就是第一公民，所以他们也没有营建陵墓。
但是到了后来就开始，像那个哈德良时代就开始有陵墓了。我们如果去过罗马的都知道那个圣天使桥嘛，那个所谓的圣天使城堡，就是哈德良的陵墓。那个从哈德良以后，就开始有比较大的皇帝的陵墓。那个喀勒里乌斯的陵墓也在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去的那个地方，大概东边。大概几百米这个距离啊。后来我在那个谷歌地图上，还看到那个东西，这个我们昨天时间有限嘛，所以这个，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塞尔维亚这个国土上，这个现在留下来的大规模的文明建筑，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代了，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就是塞尔维亚这片土地上那个高度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啊，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然后我们这一路上也看到了不少那个中世纪塞尔维亚的历史，那就是真正斯拉夫人的历史了，不是达西亚人，或者是其实罗马帝国晚期啊，我觉得罗马的成就。我觉得在那个民族融合上也是值得一说的，因为罗马晚期的皇帝大部分都是蛮族出身的，包括喀勒里乌斯也是。我看了一下，喀勒里乌斯和他的母亲，就是包括那个罗穆利亚娜，其实都是达西亚人，但是他们当然都已经罗马化了，都已经讲的也是拉丁语，也可以说是罗马人了。达西亚人反正以后就没有了，后来罗马尼亚那个齐奥塞斯库时代把达西亚人说成是罗马尼亚人的祖先，而且就是不断的在那里宣传达西亚人，但是达西亚人实际上是在喀列里乌斯那个时代实际上都已经消失了。那么以后来的就是斯拉夫人包括匈人那个。现在很多人认为那个罗穆利亚纳这个地方就是被匈牙利人烧掉，也不能说匈奴人吧，就是那个轰，就是那个什么阿提拉那个时代的那些人就是整个给烧掉了，以后就变成一片废墟，这个轰不管他是不是匈奴人，但是在欧洲人的观念中，应该说他是在。罗马帝国晚年那个民族大迁徙，把罗马文明给毁灭的那个大迁徙中，应该算是蛮族中的蛮族吧，是吧？因为我们通常讲那个什么日耳曼蛮族，消灭了罗马，或者说摧毁了罗马，但是日耳曼蛮族中的像那个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其实都是罗马化的很厉害的，实际上他们都也没有。那个破坏的程度其实也不是很高，但是那个比西哥特、东哥特，还有什么苏维会人，什么那个伦巴第人，什么勃艮第人、法兰克人，这些人其实都已经不同程度的罗马化了，他们其实对罗马文明都是有继承的，但是比他们更野蛮的就是旺达尔人。旺达尔人这个就是可以一直打到北非嘛，那就是把那个西哥特、东哥特的那些东西也都给扫荡一空，然后比旺达尔人更厉害的就是那个罗马，当时那个罗马人讲的所谓的上帝之鞭就是那个阿提拉了，那就是比旺达尔人还要那个什么守过的地方都是人都杀光，然后所有的城市都烧掉，就是那样的，所以那个是破坏的确是很大的。但是那些人是不是从亚洲去的匈奴人，现在谁也搞不清楚，大概是以前就有一些汉学家把它和那个匈奴连在一起，后来日本的像一些什么百鸟库吉什么这些人。他们也说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但实际上因为我前面也讲过嘛，从北匈奴西迁，
在中国的史籍中消失，到那个 Hong 在西方的史籍中出现，中间有200多年是空白的，所以你也很难说那个，而且从那个现在西方文献中对那个 Hong 人的语言和文字的记载中，你也看不出他到底是不是阿尔泰语系的那些，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认为匈奴还是阿尔泰语系的那个一个民族嘛，但是你现在从语言分析中是分析不出来当年的 Hong 到底是他那个语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明天从这里去那个去兹拉蒂波尔，这个中间这一段是那个比较荒凉的一段，因为都是山区，值得看。我们要去看的就是那个，一个是克鲁舍瓦茨，这个是中世纪塞尔维亚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之所以重要，就跟科索沃是有关的，因为那个塞尔维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科索沃原野大战嘛，就等于是他们从此以后就被土耳其征服了，而且这个征服时间延续长达500年，一直到那个所谓的181，就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索鲁塔上所反映的那个1813年什么第一次塞尔维亚大起义啊，什么中间有500年的土耳其人统治的历史，那个统治就是从1389年的那个科索沃原野会战开始的，而科索沃原野会战其实。我们现在有些人说，尤其是米洛舍维奇说是那个科索沃是那个塞尔维亚人的发源地啊，这个说法是不太对的。但是的确，科索沃会战是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一场关键冲突。这场关键冲突就在于。当时的塞尔维亚实际上也是第2次向南方扩张的。我们前面讲过，中世纪的那个奈马尼亚王朝和杜尚大帝，就曾经把塞尔维亚的那个塞尔维亚人的统治的中心一直推到希腊。他们的首都都是设在什么萨罗尼卡呀，什么斯科普里啊，这些现在不属于塞尔维亚的，属于马其顿、属于希腊的那些地方的。但是后来，他们的在那个杜尚死了以后，他那个帝国就开始分裂，就变成很多的小邦，就再也没有成为一个大国。到了那个拉扎尔时代，就开始有一些那种，就是类似于从什么巴北诸侯变成战国七雄那样，然后就出现一些势力很大的那个。诸侯国，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拉扎尔大公的他的那个公国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都中国人喜欢把它翻译成拉扎尔大公，但是那个在英语文献中，因为它都叫做 prince 嘛，所以如果你用机器翻译的话，很多都翻译成拉扎尔王子。普林斯就是王子了，但是实际上他也没有爹当国王，所以把它翻译成王子是不太对的，还是应该把它翻译成大公吧。就是他建立了一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然后他就往南也是要扩张领土，所以他等于联合了很多塞尔维亚的诸侯。包括塞尔维亚的包括东正教的诸侯和塞尔维亚诸侯，它从种族来讲就是以塞尔维亚为主的一些斯拉夫部落，从宗教来讲就是那个东正教，是吧？你说它是东正教联军也好，说是斯拉夫联军也好，它其实是从我们明天要去的克鲁舍瓦茨，那是它的首都，是吧？它是从那个。就是拉扎尔大公本人是从1370年开始就经营这个首都，然后到了1389年，他从那里为基地就率领大军大概也有
十几万人吧，就南下，然后就正好那个时候土耳其人北上，然后双方就在科索沃波列，就是科索沃原野，发生一场大战。这场大战的确是很残酷，是吧？残酷的一点就是双方的主帅都死了，是吧？当时那个土耳其的苏丹，因为土耳其军队厉害嘛，所以塞尔维亚人说，就硬碰硬，可能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诈降之计，那个塞尔维亚贵族米洛什，就是诈降土耳其人，然后潜入土耳其营垒，就是他既然是投降嘛，那个大公就来接见他，苏丹就接见他，然后他就把苏丹给刺死了，然后就导致土耳其人一度发生混乱，他本来也是想用斩首行动来赢得这场战争，但是他没想到那个穆拉德一世的那个儿子，那个土耳其的王储，比他爹还厉害，是吧？很快就把这个局势就稳定了，而且发动报复性的攻击，而且这个事件也使得土耳其人义愤填膺，认为那个塞尔维亚人都是些邪恶的、不可信任的那种，所以后来这个事情搞得特别。后来结果拉扎尔大公就全军覆灭。那么他本人是怎么死的？这个塞尔维亚方面就是基督教方面的记载说是他是在战场上战死的。那土耳其方面的记载嘛，就说他是被俘虏了，给类似于凌迟这样的，是吧？就是为了报仇嘛，替那个老苏丹报仇。总而言之，他也死得很惨。就是那个两方的君主都阵亡于此。塞尔维亚大军基本上是全军覆没。的确是打得很厉害的一场战争。但是说实在的，实际上那个后来的塞尔维亚就谈不上什么，因为这场战争刚刚打过，那个拉扎尔大公的家属就投降了啊。拉扎尔大公的那个王后啊，叫做米利卡，就是我们到克鲁塞瓦茨也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塑像啊，他就表示臣服于奥斯曼，然后他的儿子就是拉扎尔的儿子叫拉扎列夫啊，或者叫拉扎列维奇啊，也成了土耳其的一个诸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诸侯，而且在奥斯曼帝国继续往匈牙利、奥地利进军的过程中，他还是站在站在奥斯曼帝国方面参战的，是吧？如果用个比方，就是他成了那个奥斯曼帝国的汪精卫，而且还经常打头阵。其实我觉得塞尔维亚人有点也有点搞笑。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每一个民族都要弘扬自己的武功的嘛。那现在拉扎列维奇也被认为是塞尔维亚历史上一个比较伟大的人物啊，因为他不管是站在奥斯曼方面还是站在方面，总而言之他是挺能打仗的。帮助奥地利不是帮助奥斯曼进攻匈牙利，他也是有赫战功。也是就是帮助实际上说起来就是帮助有杀父之仇的那个仇人，然后去宋江打方腊，也是立下了赫战功。所以我们在那个克鲁塞瓦茨也可以看到那个拉扎列维奇和他母亲就是那个米利卡可以说是王后吧，是吧？这两代统治者的那个塑像啊，什么也在那里。现在克鲁塞瓦茨境内还有一个，克鲁塞瓦茨市内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拉扎尔大公的城堡啊，叫做拉扎里卡。这个城堡毁坏得很厉害，已经是一片废墟。但是那个塔楼还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叫做拉扎里卡教堂。其实现在的学者都认为，它一开始建的时候跟拉扎尔大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后来现在人们一般都传说这个教堂就是拉扎尔大公建的啊，叫做纪念拉扎尔大公纪念教堂吧，也是一个中世纪，大概是15、16世纪以后建的一个教堂。那个后来人们已经考证说它最早叫做圣斯蒂芬教堂。圣斯蒂芬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匈牙利的王徽，匈牙利的保护神了。就是那个匈牙利王国，其实它在中世纪真正的名称就叫做圣斯蒂芬王冠领地啊，这是匈牙利这个王权的一个正式的称呼。所以圣斯蒂芬教堂其实本来也是一个体现那个匈牙利影响的一个教堂，但是后来到了那个几百年以后吧，因为那个拉扎尔和那个科索沃大战的那个记忆不断的在塞尔维亚民族觉醒的过程中不断的发酵嘛，所以这个地方就被人认为是纪念拉扎尔的一个圣地了。那么我前面也讲过，拉扎尔是也是那个东正教后来也是给他们封圣了。最奇怪的是东正教后来把那个米利卡公主也给封圣了。就是那个反正是不管是战死的投降的，反正都是伟大人物了。